喺殖民管治之下，不分種族，只要你喺香港出世，喺法律上你就擁有英籍嘅身份。但係呢個身份喺現實上其實有咩意義呢？又或者香港政府以至倫敦又點樣對待唔同背景嘅英籍人士呢？呢一堂我哋有香港史研究中心嘅江偉恩為我哋分析個中問題。呢堂想同大家講下，對於殖民地時期嘅香港人嚟講，英籍身份係有啲乜嘢多重嘅意義。喺1841年1月26號，英軍派兵喺水坑口登陸香港島。喺幾日之後咧，香港嘅行政官查理義律就宣布香港成為維多利亞女王嘅領土。所有居住喺香港嘅住民都必須要明白，佢哋已經係女王嘅屬民。隨住鴉片戰爭結束，南京條約嘅簽訂，香港正式成為英國嘅殖民地。喺1997年回歸之前，所有生於香港嘅居民，按照法律都應該係英籍人士。但係喺法律條文以外，呢一個英籍嘅身份有冇咩實質嘅意義同埋用途呢？好多人會覺得英國人係一個種族，係一個只有祖先嚟自英國本土嘅白人先可以擁有嘅身份。但係其實英國身份同時都可以係一個國籍。就算喺種族歧視嚴重嘅年代，喺兩戰期間嘅香港 ，Being British 擁有一個英國身份，其實都已經發展成為一個超越種族界限嘅國民同埋文化身份認同。亦都有人覺得擁有英國身份代表住自己擁帶住普世價值，具有國際視野。喺接住落嚟3節嘅 lecture， 我哋將會聚焦喺2戰之前嘅香港，睇下當時嘅香港居民同埋殖民地政府係點樣看待英國身份，又會睇下居住喺香港嘅多元人口到底會喺咩時候為住啲乜嘢嘅原因去使用同埋履行呢一啲唔同嘅英國身份，而英籍身份又點樣同其他身份認同共存。首先，我想帶大家睇下呢個時期英國國籍法係點樣喺法律上面定義英籍身份。當我哋提到國籍嘅時候，而家我哋往往都會提到另外一個另外一個 term 一個身份，就係 citizen 公民。呢一個概念喺好多國家嚟講，其實喺19世紀末20世紀初之際已經發展咗。喺呢啲唔同嘅國家啦，佢哋嘅國籍法會明文咁樣講到公民係一個國籍身份，會有點樣嘅權利。但係其實喺大英帝國嚟講咧，佢嘅例子係比較特別嘅。喺1948年之前，英國國籍法入邊其實係冇用到公民 citizen 呢隻字，反而係用到一個特定嘅字眼 British subject 英籍人士。咁有咩人可以做到英籍人士呢？我哋睇翻當時期嘅法律條文，其實係好清楚咁講啦。所有生於大英帝國領土以內嘅人，佢哋係會自動成為英籍人士，係所謂嘅 natural born British subject。而就算有一個人咧，佢哋本身係出生喺其他國度，本身並唔係英籍人士，只要佢哋選擇喺大英帝國領土以內進行歸化程序 naturalization， 即係話佢哋要符合某一啲嘅條件，再自己去申請成為英籍人士嘅話咧，佢哋一樣都可以獲得法律上英籍呢一個身份。我哋放翻去香港個 case 度睇啦，由於香港當時係英國殖民地，所有生於香港又或者喺香港進行咗歸化英籍程序嘅人，無論佢哋父母嘅種族係乜嘢，無論佢哋嘅父母係喺邊度出世都好，呢個人都會有英籍身份，係所謂嘅 British subject。呢一點相當重要，因為其實呢一條法律咧，即係將英國人身份唔再定義做一個種族。大家都知道，其實係英殖時期，直至到而家都係啦。香港嘅人口入邊一直有好多唔同嘅種族，除咗華人同埋英籍白人喺香港住之外，我哋仲有歐亞混血兒啦，即係 Eurasians。另外都有為數不少嘅一個族群叫 Macanese， 或者二戰前我哋比較多叫佢哋做 Portuguese 嘅土生葡人喺香港定居。咁土生葡人其實好多咧都係16世紀以嚟由葡萄牙嚟到亞洲同亞裔人士通婚嘅混血後代。
佢哋嘅祖先咧去咗葡治澳門度定居，到19世紀中後期，甚至20世紀初，會因為經濟又或者天災等等唔同嘅原因移居嚟香港。咁住喺香港嘅其實都有為數唔少，通常只係俾殖民政府歸類做印度人嘅南亞族群，同埋其他歐籍同埋美籍嘅白人。譬如話20世紀初嘅時候咧，德國人係佔香港外來人口第3大多嘅，而香港亦都有相當數量嘅美國甚至係法國人喺度住。呢啲唔同嘅族群，雖然佢哋嚟自五湖四海，咁但係都係講返啦。頭先我哋有講到，根據當時嘅英國國籍法規定，其實只要佢哋係生於香港，又或者喺香港申請咗歸化英籍嘅程序，佢哋一樣都可以獲得英國籍嘅身份。呢一個國籍賦予咗俾佢哋相當嘅權利。最簡單嚟講咧，就係呢班人會持有自由出入境英國，去到英國境內工作居住嘅權利。但係事實上，呢一啲法律權利好多時都被忽視嘅。受到種族主義嘅影響，無論係喺英國政府定係喺香港殖民地政府嘅官員，佢哋好多時都會覺得，如果呢個人唔係父母雙方嘅祖先都係嚟自英國本土嘅所謂英國白人，就算一個人擁有英籍身份，佢都唔會成為到一個真正嘅英國人。呢一啲觀念，呢一啲種族嘅觀念，就導致政府官員會諗辦法阻止喺香港嘅非白人英籍人士去知道同埋用佢哋嘅英國身份。呢樣嘢我哋可以喺唔同嘅例子度睇到，譬如話喺英國國家檔案館入邊，有一啲檔案係嚟自1933年嘅時候，入邊提到為咗防止有英國身份嘅華人進入英國，英國政府有一個行之已久嘅政策。就係當呢一班華人住喺香港嘅華人，佢哋想申請旅遊證件出入境香港嘅時候咧，政府係只會向佢哋發行旅遊證書，避免向佢哋發行呢個護照。咁係因為根據英國國籍法，如果一個人佢有英籍身份，佢拎住本英國護照要進入英國國境咧，英國係唔可以阻止佢哋進入，但係如果佢係用一啲旅遊證件，佢入邊有講到明呢個人係要去邊個目的地嘅話咧，即係佢哋就可以阻止佢進入英國國境啦。但係最吊詭嘅係，就算佢用咁多方法去阻止呢件事發生，但係由1920至30年代開始，其實越嚟越多嘅香港居民都已經知道同埋會想用佢哋嘅英籍身份。個原因係好簡單。因為當時香港係英國嘅殖民地，好多時有啲職位咧係要有英籍身份先可以做到，所以呢一個國籍身份係被視為一個向上流嘅門票。對於一班住喺香港呢個英國殖民地嘅居民嚟講，呢一個國籍身份亦都可以為佢哋旅遊經商帶嚟好多嘅便利。所以我哋唔難明白點解身處於社會上層嘅華人同埋歐亞混血兒精英，譬如話我哋大家都會好熟嘅黃勝、何啟、韋玉，甚至何東爵士，佢哋會好公開咁樣宣告佢哋英籍人士。但係事實上，使用英籍身份嘅人並唔係只係局限於上流社會。譬如話喺1937年，有2個喺香港出世嘅華人，佢哋叫 Lee 同埋chu Wai Chai，佢哋其實係表親嚟嘅。當時佢哋向英國政府申請英國護照，以便佢哋出發去英國去佢哋表親嘅一間洗衣店度工作。呢啲種種其實都話到俾我哋知，喺兩戰期間嘅香港，喺香港居住嘅非白人族群，佢哋開始更廣泛咁樣知道自己有英籍身份，同埋想去使用呢一個國籍。而英籍身份喺香港，除咗單單係一個法律身份之外，慢慢亦都發展成為一個超越種族界限嘅國民同埋文化身份認同。喺下一節，我哋將會講下教育同埋公民活動等等，點樣可以令到被殖民者獲得文化上嘅英國身份認同，同埋佢哋喺成為呢個所謂嘅英國人之後，佢哋會面對住啲乜嘢問題。